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buildobrief.com。中国企业更换审计师以避免美国退市风险。金融时报、日经亚洲 Nikkei Asia 对美国公司提交的分析显示，10几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已将审计师从国内公司转移到美国或新加坡的公司，以避免退市。外国公司责任追究法 FK 规定，如果中国公司的审计师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包括与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合作进行检查，则可以将其退市。在美国监管机构提出2次资讯要求后，中国去年同意允许检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确定了174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其审计师需要检查。美国银行将询问亚洲约40名银行家在其他部门寻找工作。彭博社，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将要求大约40名亚洲银行家寻找不同部门的职位空缺，以避免在全行业交易下降期间裁员。一些面向客户的职位位于香港，主要涉及中国。大多数受影响的工人被认为担任初级角色。这一最新举措是对当前中国经济低迷和中国交易步伐缓慢的反应。亚洲股市因债务上限紧张而下沉。路透社，亚太地区股市触及2个月低点，因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陷入僵局，导致投资者回避风险资产。尽管昨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判，但交易员仍然对如果没有解决方案的灾难性违约持谨慎态度。美国昨天被信用评级机构惠誉 Fitch 下调评级，但华尔街小幅提振，纳斯达克期货上涨 1.4%。此前有消息称，英伟达预测第2季度收入比华尔街预期高出 50% 以上。美元在美国经济弹性和避险需求中上涨。路透社，美元对欧元和日元分别攀升至2个月和6个月高点，原因是美国经济的弹性混淆了交易员对2021年降息的压注。然而，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对避风港的需求可能是推动其薪酬增长的推动力。因为矛盾的是，投资者热衷于为其投资维持完全的避风港。包括克里斯托弗·沃勒 （Christopher Waller） 在内的美联储官员可能会争辩说，加息将取决于未来3周的数据。华尔街独狼损失数十亿美元，因为猎人变成了被猎物。澳大利亚时代报，亿万富翁投资者卡尔·伊坎 （Carl Icahn） 似乎感受到了压力，因为卖空者兴登堡研究公司 Hindenburg Research 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他犯了代价高昂的失误和业绩问题。伊坎损失了150亿美元。此前，兴登堡公布了伊坎企业 LP 的高股息不可持续的细节。伊坎已经放弃了这份报告，称他还有其他想法，因为他仍在努力改变他投资的公司。然而，朋友和专家表示，最近的指控和随后的表现下降可能会刺痛伊坎，并指出他的军队不断减少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影响首席执行官的火力较小。中国网飞在遏制亏损后恢复香港上市计划。彭博社，爱奇艺正在寻求在香港进行第2次上市，以吸引新的投资者，因为它专注于为其订阅者创造更多以人工智慧为主导的内容。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在第1季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业绩，包括 5% 的在线广告销售额增长，但由于其2018年美国 IPO 的反应令人失望，失去了市值。首席执行官龚宇有信心在今年实现2位数的增长，因为中国在疫情后取得了进展，尽管优酷和腾讯在争夺中国在线娱乐市场的竞争激烈。美国违约风险笼罩，韩国、印尼利率决定。路透社，韩国和印尼央行将于周4做出利率决定。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韩国央行将在第4季度降息，印尼央行将在明年初放松政策。尽管市场定价和市场情绪受到区域性影响，但全球对美国可能违约的担忧日益加剧。华尔街收盘 ，MSCI 世界指数连续第2天下跌 1%， 日本基准日经225指数跌幅为7周来最大，下月初到期的国库券收益率飙升超过 7%。新房销售数据对买家和经济意味着什么？国会山报观点：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3月到4月，美国新房销售增长了 4.1%， 是1年多来的最高水准，比去年同月增长了 11.8%。4月份新屋销售的增长可能导致价格下行压力，并有助于解决该国的住房短缺问题。全国房屋建筑商协会表示，新房也可能给通货膨胀带来下行压力。然而，随着利率上升，许多贷款低于当前抵押贷款利率的业主选择留在自己的房子里，保持现有房屋的供应量较低。失业率低，但国民情绪也很低。纽约时报评论版：美联储的家政和决策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个人财务状况感到相当舒服，
但国民经济是一个问题，这引发了公众对现任政客的乐观态度的问题。该报告呼应了相关调查结果，指出尽管就业市场持续强劲并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悲观情绪仍然存在。此外，该报告显示，即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许多美国人仍然在财务上不安全，只有 6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用现金或储蓄来管理$400的紧急费用。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